小米的 Ultra 系列现在定位已经超级明晰了，卷参数、卷性能，它真的拉不出太多体验上的差距了。唯独这个影像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卖点。所以这代15 Ultra 你可以看到，他们往这上面又进了一步。它说真的，外观和14 Ultra 乍一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看一下的话，镜头分布、机身材质还有配色上都做出了一些差异。这种黑银相间的皮质和铝制的拼接，你觉得好看吗？这是我个人觉得几代 Ultra 里面最有感觉的一代。它有一点像一台相机，本质上你看这是徕卡的 M10，如果我帮你把15 Ultra 的摄像头往这边移一点，再加上一个可乐标，你说这个是徕卡出的，我也会信。只不过现在搞笑是徕卡在忙着出一个2500块钱的摄影手柄，反倒是小米在认真做一个影像系统，还是挺奇怪的。那这个造型配上4摄超大杯，它的镜头模组做的牺牲是不小的。你看现在它凸出来这么多，如果按照雷总的笔法来比的话，它现在要做到纯平，底下能够塞进4枚硬币，非常离谱。那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你现在获得了什么？它现在有了1英寸大底、2亿像素长焦、8K 视频录制，还有这个全新升级的小米 Log， 它总算来了。那它本质上就是把过去家庭里面拍视频的 DV 机、专业相机还有手机共同融合到了这么一个系统里面，把它叫做 Ultra。所以这个视频我觉得与其先讲外观，再用传统的方式来评测，不如我们就从这3个视角来看它。小米15 Ultra 作为一台视频机，作为一台手机，还有一台照相机，它到底对不对得起这个 Ultra 的稳重？手机能不能拍好视频，现在已经不能说是一个问题了。我们得知道，手机传感器其实在今天已经比这些运动相机传感器全都要更大了，就是物理层面真的更大了。画质上你还真的别说，拿来一比，手机现在真的往往就是胜出的那一家。苹果从 iPhone 15 Pro 系列开始，在视频画质方面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和安卓阵营拉出了差距。那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苹果推出了这个 Apple Log 曲线。那如果你还不清楚 Log 是什么的话，本质上它是影视行业里面一种更加专业的录制配置，能够帮你保留视频里更多的高光还有暗部的细节。那这拍出来的画面乍一看是灰色的，但是可以有很大的调色空间。你看调出来，它就是会有一种所谓的电影感，而且有很多风格。一个画面你看可以调成这样，调成这样，还有调成这样，都可以。那小米以前你要知道，它其实就是有这个 log 功能的，在小米10的时候它就已经推出了。但是当时我们测下来，小米的那个 log 它是一个我把它叫伪 log， 因为本质上它只是把一个常规的画面套一个滤镜，又变成了一个噱头的 log， 所以没有增加任何画面的细节。但是从这一代小米15 Ultra 开始，它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小米 Log 曲线，而且有很详细的文档来解释它是怎么实现的。现在这4颗镜头全部都支持了 Mi Log， 那除了这个日常使用非常多的前置摄像头目前还不支持，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小米今年对于视频方面最大的提升。你可以直接看一下，这是小米14 Ultra 所拍摄的常规直出画面，而这是小米15 Ultra 所拍摄的直出画面，没有太大区别，对吧？但是这个是小米15 Ultra 用 Mi Log 所拍摄的画面，虽然现在看上去有点灰灰的，有点难受，但是你看你一调色，我们再来对比，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并且目前小米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背面的4颗镜头全部都支持了 4K 60帧的 log 视频录制。那虽然相比 iPhone 缺失了主摄像头的 4K 120帧的 log 视频录制，有一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可用度已经非常之高了，而且各个镜头的统一性也不错。那这个 Mi Log 它实际效果怎么样？它是有一些参数可以测的。那么目前测下来，它可用的档位大概在11档左右，相比常规的视频大概只有7档，还是增加了不少的动态范围的。那对比苹果的 Apple Log 在宽容度方面虽然会差一点点，但是仍然是很不错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目前的 Mi Log 的色深还有色度采样，我们看下来只支持10比特420，而不是苹果的 Apple Log 那样的10比特422。那虽然会逊色一点，但是目前我们测下来，除非你进行非常复杂的后期调色还有抠像，大多数时候对于正常人眼睛来说已经看不出任何区别了。然后还有一点差异挺大，就是之前常规直出的视频，小米的系列总归会有一点锐化，还有过多的一点饱和度和对比度的调整。虽然大多数情况之下会讨一些人的喜欢，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一点过度处理的感觉。但是当你拍摄 log 的时候，这些问题它就会消失， Mi Log 就会把你的画面观感处理的都更加自然一点，就像是在用一台迷你电影机拍摄一样。反正这个体验还挺不错的。过去经常会有人讨论，如果在一堆相机成片里面混一条手机拍的视频，会不会被观众发现？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说刚才我们拍摄的这些15 Ultra 的特写，就前面你看到这些特写就是用另外一台小米15 Ultra 拍的，你扪心自问一下，在看到答案之前，你真的注意到了吗？反正
这一点我得说，就是只要在光线理想的环境之下，确实有可能做到这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光线不足的话，那小米的这个 Mi Log 还是很快会露出马脚的。它本质上 ISO 的上限，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就是在1600左右。那你再往上，你看这个噪点就非常多了，不是那么好看，相比专业相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在硬参数方面，小米15 Ultra 给的还是挺足的，它加入了 8K 30帧，还有双焦距的 4K 120帧的录制。虽然这两个模式之下，你都只能拍摄小米的直出色彩，不能拍摄这个 Mi Log， 但是整体拍下来表现也还不错。我们让2台15 Ultra 在室温22度的环境下持续录制了 8K 30帧，还有 4K 120帧。我们发现 4K 120帧，它最多能够录制6分钟，在第5分钟的时候会触发倒计时，大概率是因为功耗还有散热的原因。但是 8K 30帧录制了30分钟左右，它依旧控制在了33度左右，这个散热我觉得还算不错。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用15 Ultra 拍的，来感受一下在2025年用一台安卓手机，你能拍出来什么样的视频画面。And I'm falling for you.现在我们从一台手机的角度来看小米15 Ultra， 说起来很奇怪，但是真的很多时候我把它当一台相机来看。从手机角度来看，目前15 Ultra 的重量相较于上一代的14 Ultra 变重了一点，从224克增加到了231克。那这个影像模组不仅让它的重量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它确实会更加硌手一点，尤其是玩游戏的时候，这个体验我真觉得很明显。你的无名指会不知道到底该放哪里，而且稍微不注意就会在这个巨大的圆盘上面留下你厚厚的指纹，需要经常去清理它才能拍出好的画面。另外，由于它真的太大了，它里面的防抖结构，当你摇动它的时候，你能够听见这种前后移动的声音。而且我们测了一下，发现你看14是这样，15要小很多，就是这个差异还是挺明显的。当然，我相信这经过小米的测试，不用太担心它的耐久度，但是会有这个声音，反正会有一点点怪。那屏幕方面，这次我没有太多要抱怨的。小米为15 Ultra 加上了一块6.73英寸 2K 的 OLED 等效4曲屏 ，PPI 大概是522，还是很清晰的。最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亮度达到了最高3200尼特，基本上生活中任何场景都能够看清屏幕上的信息，并且它支持低亮度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还有高亮度的 DC 调光。对于眼睛敏感的人来说，15 Ultra 还是比较友好的。虽然这个4曲屏看上去挺高端的，摸上去手感也挺温润的，但是你喜欢曲屏还是直屏？我会有点担心这个曲屏的耐久度会不会容易摔烂。但是目前1个月用下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的感受。那系统方面，小米目前呢是澎湃 OS，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比如短按电源键唤醒小米的澎湃 AI 助手，你想让它打开个 App， 总结一下网页，甚至帮你修一张图，加个滤镜，美颜一下 AI 扩图，它都可以做，还是比较智能的。那同样对于澎湃 OS， 我个人其实期待的会更高一点，因为小米当初说的是人车家的互联，能够和小米汽车还有米家产生一些有意思的联动。但是目前我觉得，这些功能就是聊胜于无。苏七上所有和15 Ultra 的联动都是基于手机的屏幕镜像来实现的，虽然能有一些交互，但是没有特别亮眼的东西。小爱同学虽然目前确实比苹果的 Siri 要强一点，能做的事情更多，但是说到底，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用过 DeepSeek 以后再来看小爱同学，就是觉得他没有特别聪明的样子。那芯片的话，15 Ultra 依然用到了小米15和15 Pro 同款的3纳米芯片骁龙8 Elite。那这个芯片还是很猛的，整体性能都会要比 A18 Pro 和天玑9400还要强一点。那我们实测王者荣耀全开画质跑满120帧没有任何问题，温度控制在了33度左右，对比 iPhone 16 Pro 还是相当之低的。续航方面，由于15 Ultra 电池来到了6000毫安时，太离谱！现在手机都是6000毫安时。我们团队带它外出拍样片，哪怕是重度把它当成一个拍视频的工具，基本上一天也只会补一次电，而且充电很快。它本身也有90瓦的有线充电和80瓦的无线充电。有线充电经过我们实测，从0充到100只需要刚好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快的。
但是比较蛋疼的一点就是15 Ultra 目前仍然是小米自有的充电协议，所以你必须要用官方原配的这个充电头配这个线才能跑到这个功率。如果你选择任何一个第三方的头子和线，我们测试了一下，如果用 PD 协议，就是官方通用的这个协议，我们观测到了15 Ultra 最高只能跑到28瓦左右的成绩，和 iPhone 16 Pro 是差不多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难受的，我挺希望未来小米能够提供一个更高的通用协议充电，但是现在没有。那讲完了摄影，讲完了这个作为手机的体验，说真的没有太大的惊喜感，就让我们看看15 Ultra 作为一台大家非常喜欢的照相机，它怎么样？我结束了。Your name still pops in my head 3 times a day now at least. What's got me wondering, do you think of me?这次小米为15 Ultra 带来了一颗1英寸的等效23毫米 f1.63 主摄，一颗2.75英寸等效14毫米 f2.2 的超广角，一颗2.5等效70毫米 f1.8 的中焦，以及这个和 vivo 同类的1.4英寸2亿像素等效100毫米的 f2.6 的长焦。那其实手机依靠多传感器实现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那虽然每颗镜头各自的光学画质不相同，但是小米的一致性做得不错，尤其是颜色，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在一条水平线之上。那其中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主摄的画质，那答案就是小米15 Ultra 的主摄传感器和14 Ultra 是同款的这个1英寸的传感器，没有区别。那画质我觉得是不错的，并且支持5000万像素。你现在也可以在前期实现苹果那样的数字焦距，配合上更近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构图可以更加灵活一点，也能够更容易产生这种自然的光学虚化，还是挺好看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过去14 Ultra 的可变光圈，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一代被小米给移除了。这个主摄的可变光圈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用的，无论是拍视频还是拍照都可以用来控制曝光还有虚化，而现在15 Ultra 只能通过算法来弥补这个可变光圈的缺失，会有点遗憾。那还有个比较重要的测试就是眩光，我们实测下来触发区间大概在20到55度，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日常使用之中，除非是太阳非常大或者环境里面有比较强烈的点光源，在一些特定角度你会看到这种眩光的现象，其余的时候还是不太容易出现这个状态的。虽说主摄有着更好的画质，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镜头必须是这个70毫米的中焦，还有这个100毫米的长焦，这两颗镜头拍起来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尤其是这个4.3倍的100毫米的长焦，本身支持2亿像素，用它拍摄的风景照片或者人像，在大屏上放大看的感觉，算得上是赏心悦目。哪怕你不开2亿像素的模式，拿来和 iPhone 16 Pro 的这个5倍的120毫米的长焦一比，也会发现它要锐很多。并且因为长焦的原因，在拍人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算法就能够实现这种非常好看的自然虚化，在很多干净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效果都相当不错。那只不过它的缺点，同样我觉得也是这个虚化，因为手机镜头它不可能做得更大了，所以其实你能看到它的一些光学瑕疵，尤其在一些树林比较多的地方，这放大一看，你会发现，这个比较明显的洋葱圈现象，这在摄影行业算是不太美观的一种焦外。那除了这个长焦，就是这个70毫米的中焦，小米给它定位非常之准，你可以给它做一个长焦微距的拍摄模式，你可以很轻松拍出像这样的微距照片。之前我们在 vivo 的 X200 Pro 的评测里面也说过，这种长焦微距所带来的感觉，就是比超广角微距的透视感要舒服一点，并且70毫米这个焦距在日常使用中非常甜点，比如拍个美食或者拍个小动物都非常的棒。尤其是相比 iPhone 16 Pro 现在直接去掉了中焦，保留了120毫米的长焦，只能通过裁切主摄像头来做到3倍的中焦。小米的原生70毫米的中焦，在这个状态之下，它的优势就大到天上去了。虽然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比较，因为苹果都没有这个摄像头，但是手机看的就是有或者没有。那这一点安卓阵营还是挺棒的。其实我想说，就是对于像15 Ultra 这一类的摄影型手机的出现，确实我日常不会再带别的相机出门了，哪怕是一台卡片机，我真的会更多拿出手机来拍，为的就是能够给我提供不同的焦段选择，我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然后能够拍到我想要的东西。反正先拍到这个视角的东西，再去考虑质感和色彩，这是我觉得摄影的一个优先级。我觉得目前能和它匹敌的，看下来，卡片机里面只有索尼的黑卡6能有近似的焦段，还有整体的感觉。但是他们拍摄的照片，你看我们放在这边和15 Ultra 比一下，当然你可以在后期调色，让这个黑卡的照片变得更好看一点。但是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少人有时间来精细的修它每一张照片呢？这或许就是这类摄影型手机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夜景方面，现在无论你选择15 Ultra 的哪一个镜头，它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表现。主传感器因为是1英寸的，所以能看到经过系统里面默认降噪之后，它整体的效果也还不错。
拿来和 iPhone 放大一比，这个优势就非常的一目了然。那色彩方面，因为小米有着这个所谓的徕卡色彩，拍摄照片你就会有一种和别的手机不一样的感觉。我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但是你可以评价一下你觉得好不好看。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调的会有一点点多，画面有点偏向于快过曝但是没过曝，那种时候有点难受的状态。反正日常使用的话，我会坚决选择这个徕卡经典，而不是它那个鲜艳模式，那个有点太多了。而且如果你进入相册里面，进入编辑页面，你会发现小米为你提供了更多滤镜的选择。虽然这个滤镜调节还不像 iPhone 16上面那样高明，现在小米只能够调整滤镜的浓度，它的这个饱和度和对比度都还不能调，但是它本身滤镜数量足够多，而且本身调校的色彩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是能够很轻松的划一划就调出一张你满意的照片。我们公司目前非常喜欢的这个效果是这个正片和原野的效果，有一点类似于富士胶片模拟的 Classic Negative 还有 Classic Home 这2个预设模式，不知道你觉得看起来怎么样？只不过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小米还没有为它加上一个拍摄按钮，明明是一个注重于摄影的这个相机，但是现在15 Ultra 你还是得给它装上这个专门的摄影套件。这个功能我觉得在13 Ultra 推出的时候还是挺新奇的，但是2代没有变化，我觉得目前有一点过时。但是无论如何，哪怕是一个裸机，目前我还是非常享受拍照这件事情，因为它就像别的这些拍照手机一样，能给你一个积极的正向反馈，自由的焦段、优秀的算法，加上这个逼格满满的徕卡水印，能够增加你出片的概率。反正我觉得今年15 Ultra 还是有一点超出我心里的预期。作为一台手机，确实它没有太大的特点，但是作为一台相机，还有一台拍摄视频的这个视频机，我觉得它比过去要调教的好很多很多。以前没有的 4K 120帧，现在也有了，而且支持2个摄像头。过去没有的 Log， 现在也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了，动态范围也直逼过去一些老的微单或者电影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冒出来这个问题：你手机没有提升，那你到底是一台更像相机的手机，还是一台想做的更像手机的相机呢？作为一台 Ultra 手机，它努力的方向真的只能有影像这一个方向吗？那当然，最近确实能看到小米在其他方向上努力，比如小爱同学有了 DeepSeek 的这个大模型，能够深度思考；超级小爱也能和你进行连续对话。虽然有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聪明，但是如果未来有调教更好的小爱同学或者其他别的有意思的功能集成到手机里面，你会更有意愿来买这一台 Ultra 吗？我很好奇。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朋友想买小米15 Ultra 的话，也可以转发给他看一看，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和3连转发，真的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